春天养生第一件事是出门。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到了春天，有一句话叫做“春捂秋冻”。听到这句话呢，很多人的理解就变成了春天要保暖，要少动，要小心风寒。可是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视角。春天最好的养生，其实不是春捂，而是呢多出门，不是随便说说的哦。这个背后是有清晰的生理机制的哦。第一个生理机制就是光啊。冬天最大的问题还不在冷呢，是缺光啊。你想一下，冬天日照的时间比较短，你起床的时候天还没有亮，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很多人一整天都待在室内的，而光对人体来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核心的信号。阳光进入眼睛了以后，会直接影响大脑的下丘脑，然后它会影响我们的生物钟、昼夜节律，它会影响我们的激素分泌，皮质醇啦、褪黑素啦，它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稳定、血清素。所以很多人春天呢，情绪慢慢就变好了，不是因为心情好了，是因为光照恢复了，你的神经系统呢被重新的校准了。第二个重要的机制是维生素 D， 阳光照射到皮肤以后，会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的。而维生素 D 呢，它其实不仅仅是补钙呢，它参与了我们身体免疫的调节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呢，春天多出门的人，你会发现好像他身体被重新激活了。第三个机制是神经系统了。长期待在室内，久坐，屏幕的刺激，其实会让你的身体长期处在一种低度的压力、高度紧张的交感状态的。而户外的环境呢，光线更自然，视觉更开阔，声音更柔和，这些都会让副交感神经被激活。简单的说，人一出门，身体就开始从战斗模式切换到恢复模式了。所以总结一句话的，春天不是一个保守的季节，春天是一个让身体准备重新启动的季节，而出门就是这个启动的按钮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了。第一件事，每天见光，这个最关键了。那建议你每一天至少有一次吧，真正走到户外，让自然光线照到你，不要隔着玻璃，不是坐在车子里面，不是在办公室的窗户边上，真正的室外。光照的时间不需要很长的，10分钟、20分钟，甚至于半个钟头够了。最好是在早上或者是上午，你会发现这样做的结果，让你的睡眠可能会更稳，情绪也会更稳定，白天会更有精神的。很多人睡不好，不是缺褪黑素，是缺白天的光啊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你把你的运动从室内搬到室外。很多人已经在运动了，但是呢，大多数的运动都在室内，跑步机啦、健身房啦、划船器啦，这些没有问题的，但少了一个关键的变量，就是自然环境了。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调整的，你原来在跑步机的，你换成到户外去快走；你原本健身房里面做有氧的，你每一周有2次到户外去，不需要强度很大的。关键呢是光、空气、运动同时发生了，这3件事情叠加对代谢的刺激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第3件事，用散步替代一部分的低质量的休息。很多人所谓的休息，其实就躺着刷手机，坐着看视频，结果其实是越休息越累的。你可以试试看做一个替换的，每天找一个时间段，比如说吃完午饭以后，或者是下午，或者是傍晚，你出去走个15分钟到20分钟，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脑子更清楚，身体更轻松，情绪更稳定的。这是因为身体在动，但是呢，神经系统在放松。第4件事情，尽量接触一点自然，不是一定要到森林里面去，不是一定要到山里面去，哪怕是小区的绿地、公园，有树有草的地方，都比完全水泥的环境要好得多。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方向，叫做森林浴。这个研究发现，人只要在自然环境里面待一段时间，压力激素就会下降，心率变异性会改善，然后呢，免疫细胞的活性会提高。那也就是说，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治疗了。第5个提醒很重要了，不要一上来做什么东西就过度了。有一些人春天一来了，突然之间就大量的运动，晒很久的太阳，觉得我要把整个冬天都补回来，结果呢，你反而疲劳了，反而免疫下降了，甚至于容易受伤了。记住一句话，春天是唤醒，我是透支，慢慢的增加户外的时间，比一次做更多更重要。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如果你只能够记住一句话，那句话应该是什么？春天最重要的不是你多补了什么，而是你有没有出去走走。光是信号，空气是刺激，运动是调节，自然是恢复。当这几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，你的代谢、免疫、情绪
才会开始真真正正的进入一个更好的状态。如果你最近觉得状态起不来，睡眠不稳定，情绪有点低，不要急着找补充剂，先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最近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晒过太阳了？谢谢大家。